这里应该让它颜色再重一点啊，要不然跟底下这个看它连到一起了，对不对？就是让它颜色再暗下去一点点，用笔尖轻勾一点，比刚才那个深的颜色。这边是。好了，上面切开面儿我们还没来呢哈，用一个淡淡的小粉色啊，就刚才这个粉色我们最开始调出来，然后又把它融到这个里边。那这个里面我们现在就给它加水啊，加水的话会让它颜色变浅，对吧？就很淡很浅的一个效果啊。这个颜色我们就在这里。这样，这个我们有一开始给大家画草稿啊，就按照那个草稿的感觉走就行。哇哦，好可口！然后再去蘸最开始的这个粉啊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切开的这一面里面去加一点线条。点一点，再加一点这个草莓粉，再去点一点线条。其实目的就是让它颜色更丰富一点啊。这时候颜色洗淡，加水啊，疯狂加水，然后吸一下水哟。这个时候它颜色会变浅，但是笔上的含水量又不会很多，对吧？它整个的背景啊，晕一点，点一下这样的颜色进去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去画叶子。叶子的话呢，可以调一个马卡龙的绿色叶子出来，就是蘸一点这个绿色啊，然后把它跟我们的肤色调到一起去，看到没？这样它颜色会变成马卡龙色调的绿，这样它颜色会变暖啊。然后我们先用这一个颜色做一下叶子。这样的效果，然后这个绿色里面可以再去给它加深。
加深，就笔尖再去碰一点刚才那个绿色就行了。然后我们在中间这个位置。着重的加深一点哈，然后这一面也是。OK， 好，我们来给它整个背景来一个渲染吧，背景色啊，整体这样铺一下。这样的呈现出来，来一点点啊，调一点点进去，然后边缘的部分我们用，然后另外一支笔沾一点水，干净的啊，再去给它这样，这样的一个背景色，然后我们可以在里面再加一点点紫色进去，这边有这个紫色小紫，加一点啊。这个紫可以把它加一点到刚才那个粉当中，再加一点肤色，它颜色就变浅了。拿另外一支干净的笔来晕染。OK， 好，它整个水彩的部分就到这里啊，然后我们就给它包裹一下。先用海绵搓去打一下啊。用底胶去包。记得包边，然后我们照灯，照到60秒。然后我们这个的话是要给它擦掉浮胶的啊，擦掉浮胶之后再去画。那所以说我们那个彩绘胶照灯时间要照足，要不然一擦的话，它这个水彩的颜色容易被带掉啊，那就说明你的底胶没有照透，或者说涂的太薄了。那给它这个地方着重的啊，哪里需要描一下呢？首先的话就是高光，草莓的上面，哎，这样给它点2下，这里点一下啊。点2下，哎，对吧？这样的话就是草莓会非常立体啊，会显得很精致。然后底下的这个草莓的这个位置就不能加太多的高光了啊，轻轻的小小的点一下，就是意思一下就行，因为它是属于阴暗面的啊。然后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就给它再描一下，在这儿。
然后在它的这个位置画几笔细的。用笔尖很轻很轻的去扫啊这个笔触，这种切开的一个效果就出来了。OK， 照一下灯。好，完成之后，我们来给它涂上一个磨砂封层啊。照灯，照好灯之后的话，用纹理胶在上面画一个有一点类似于像是飘带一样的感觉啊。先把白色纹理胶我们取出来。因为纹理胶的话呢，它的质地是比较偏粘稠一点的啊，也叫微雕胶、浮雕胶啊，都是它。它这个是可以放在封层外面的，所以我们的话呢，在操作这个之前，整体的一个封层的话，照灯先不要说照太久啊，大概是在10秒以上，然后30秒以里有时间就可以了。那取胶量的话不要太多，我们在下面会是画一个有点类似于像飘带一样的感觉啊。然后取胶量如果太多的话，就稍微抹掉一点。我这个的话，虽然我们是用的纹理胶，但是想让它线条是尽可能的细一点，画出有弧度的啊，并且比较居中一点这样的线条。画一个微笑的 C 弧。到它比较平行的位置啊，再画一笔，这样的。我们把2条线这样给它去描一下。这样去给它结合一下之后，底下这个位置是它的一个飘带的一个部分啊。飘带的部分的话，我们可以往这里去拐一下弯，然后这样去转折一下。啊，宽度的话跟这个留有的是一样的一个宽度，然后画出一点变化出来。然后这半边也是。这样一个感觉。好，然后上面可以画一个小小的蝴蝶结作为点缀。这样一个小蝴蝶结，然后底下的话，我们给它带一点点这种
旁边再画一个。OK， 去给它照个1分钟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剩下的这一点，哎呀呀，碰到了，剩下的这一点纹理胶啊，去调一点硬式封层进去。硬式封层因为本身它有一定的硬度，再者就是有一定的厚度啊。我们把它调到这个里面去的话，再做出来的效果的话，会是很有透明度的那种。稍微给它搅和搅和，让这个白色变透。然后因为我调进去的它属于是封层，那所以说操作在甲面上之后，过后我们是不需要再额外再封层的啊。再来，这边调完了对吧？我们在边缘这个地方再调一下，让它再透一下去。就是变成很透很透的那个效果啊，就透明度更高了。两种感觉，你看一点一点过来的。那我们操作在这个甲面上啊，照灯结束了，擦一下笔啊，先洗一下笔。好，我们蘸着这个，首先啊，先蘸着偏透一点的这一边。偏透一点的这一边，别蘸太多啊，因为本身这蝴蝶结也好，底下飘带也好，都没有那么的量，没有那么大，就面积没那么大。这个里面的话，带入一点点，这个里面带入一点点。准备一个棉片啊，放在旁边，可以是这种吸饱了酒精的一个或者清洁水的一个状态。随时画完之后觉得可以了的话，可以稍微到里面擦一下。最主要的还是啊，最重要的不是上面蝴蝶结，最重要的是底下我们这个飘带，要把这个位置给它填上去。擦一下，然后我们把边缘这个地方，感觉是给它过渡了一下。啊，其实就是还是用这支笔啊往下稍微给它带了一下这个胶，然后你可以再蘸一下中间的这个偏白一点点的，也就是最开始我们调了一点点这个硬式封层进去的，然后在这个位置啊去抹一下，这个就好比说是颜色越来越有那种渐变过渡的效果，对不对？整体我们刷透一点，那再添一点比较白的颜色进去，它颜色就会形成这种越往这个位置，越往我们的线条这个位置去，它颜色越白的一个感觉。这样的话它就会有一个立体感啊。那当然最白的就是我们最开始画的那条线，对吧？它呈现出来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啊。那底下这个飘带我们也用同样的一个操作方法。擦一下笔之后再去抹啊，要不然笔上有胶，你只能说往下去带，但是不能说做出很好的渐变感觉。划了两下，然后笔在这个棉片上抹一下，然后再轻轻给它带开。中间这个位置。抹一点点中间的这种白，
这样呈现出来之后，哎，找到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取一点这样的咖色出来啊，可以用彩绘胶。这个时候没有这个颜色也可以调一下，可以用褐色、深褐色加一点点白，呈现出来的效果就可以啊。笔尖去蘸，就是我需要的胶量不要特别多。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往上面写一点点小英文。假装是那么回事儿就行了，不用真的就写那种很复杂的英文。用笔尖去画啊，基本上它跟我的假面已经有一点形成一个90度的夹角的感觉了。好，找到，有地方再描重一点啊，比如说这儿，下笔有一点太轻了。我这几个字母是在那个贴纸上面抄的啊，然后还没写全，就大概到这个位置我就可以了，我就停了。行，找到。这个的话，因为我们用到的都是免洗的啊，免洗的纹理胶、彩绘胶，那所以说做完之后的话就不需要再额外封层了。这些的话，我们最终照灯时间最好给它照的久一点啊，可以超过2分钟。尤其像是纹理胶啊，很多宝贝的话在操作不好它的这个厚度的时候，一旦就是说特别厚重的情况下，我们一定要照的久一点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它最终的效果。这个款式我们就到这里就结束啦，这节课到这里啦，拜拜。